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大鱼食堂。经常有朋友问我，没有铸铁锅怎么烤欧包？最近我烤了3个南瓜面包，一样的配方，不一样的烤法，成品效果都很不错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怎样在家里烤出面包房效果的欧包，相信一定有适合你的那一种。最常见的工具是铸铁锅，我的锅直径是26厘米，家用烤面包已经足够了。第二是烘焙石板加不锈钢盆的组合。如果锅和石板你都没有，那我们还可以用烤盘加不锈钢盆来烤。这3个面包用了完全一样的配方，同样的面粉，连南瓜泥都来自同一个南瓜，发酵条件和时间基本一致，2次发酵都是在冰箱里进行的，烤制的温度和时间也一样。这样的对比，我想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。面包的制作方法我就不详细说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上一期的视频，链接在视频右上角和下方说明栏里都有。悄悄说一句，这个面包味道非常好，特此推荐一下。今天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欧包烤制的过程和方法。烤欧包最重要的2点是高温和蒸汽。欧包的面团需要高温烘烤才能快速膨胀，从而使内部组织蓬松多动，外壳薄脆。在烘烤的前10到15分钟，为了给面团更多膨胀的空间，就要人为制造蒸汽，让表皮不被烤硬。知道了原理，那我们就要来解决问题。高温不难，只要预热时间够长，家用烤箱都能达到。难的是高温蒸汽，这不是往面团上喷点水就能解决的。铸铁锅可以模拟蒸汽烤箱的效果，密闭的空间能锁住面包自己蒸发的水分，不用额外喷水产生蒸汽，也能让面团充分膨胀，而且使用方便，这也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原因。但铸铁锅受自身外形和尺寸的限制，烤出来的面包形状和大小是相对单一的。烤欧包一定要提前预热烤箱和容器，一般我会用250摄氏度预热。在达到这个温度后，再把面团从冰箱取出来割包。割包的方式很多，除了美观，更重要的是让面团内部的压力得到释放。刀片一定要锋利，割口才会清晰。第一个面包我们用铸铁锅来烤，230度，加盖先烤半个小时。半小时后移走锅盖，把温度调到200度，再烤15分钟。
第二个面包我用了烘焙石板加不锈钢盆，石板的预热至少要半个小时，这样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让面团一进烤箱就在高温下烘烤。盖盆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，有助于面团膨胀。入炉的时候喷了点水，表面的面粉被冲掉了一些。最后一个我是直接放在烤盘上烤的，烤箱只要预热15分钟就能达到250度。这次多喷了一点水，因为我的盆稍微大了一点，盖上以后还留了一条缝。面团的膨胀也相当不错，烤出了明显的小耳朵。总的说来，这3个面包外形都很饱满，表皮薄脆。用石板烤的面包底部受热更均匀，在这一点上要优于其他2个。所以说，烤欧包不一定要铸铁锅，也不一定要有烘焙石板，找一个盆或者大锅把面团盖住，减少水分蒸发，就能简单模拟出蒸汽烤箱的效果，烤出成功的欧包。希望这期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好的想法，欢迎给我留言。感谢收看，我是大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